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夫妻双方都应该有一个想改变的念头，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可能有的人是老婆很希望对方去改，然后老公不希望改，是这个意思吧？或者是反向过来，两方面是吧？都觉得不满意于这个婚姻的品质嘛哈，但是一方面觉得哎呀，我觉得不行，我们应该做点努力哈，我们应该好好经营哈。另一方面说不会啊，很好啊，或是是要改变，但是你该改变哈。那这个怎么办？就是我们有一个，我觉得这是个觉醒的过程，大家怎么去意识到说，哎呀，我也应该好，我也想改变，就是这个转捩点是怎么来，怎么产生？是自发的还是神帮助？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因为没有这个意愿啊，讲其他都是白搭。对对对，这个题目很好，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话题上面好好的讨论一下。那今天非常高兴啊，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都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这个有关系没关系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夫妻的之间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比如说老婆觉得说，哎呀，丈夫你真的不够爱我，总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表达一下你对我的爱意呢？所以心里就是可能积存了一种不满意、不满足，然后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契机让你说，所以就把火都压着、积存着，然后丈夫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呢，突然爆发了，丈夫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在发火啊，你什么道理都没有，你就来了。那妻子就会蹦出这种话，就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但是丈夫就会觉得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好像无理取闹啊！我怎么不爱你了？我完全都对这个家这么负责任，对你这么好，你还不知足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争吵的爆发点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这也就体现到我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说一方觉得我需要改变这个婚姻关系，而另一方呢就觉得说我根本就不需要改，我觉得挺好啊，我们大家都不能够统一，所以这个真的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就请二位来特别的讲一讲，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雪伦师母啊，你先来讲一讲，你对这个有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有这样的压力和冲突？你知道，我之前有说过，我在看之前父母的婚姻，再加上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要不然就不结婚，要不然结婚我就要好好经营，然后我也很愿意自己有一个好的婚姻品质哈。那刚结婚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啊，对不对？蜜月期嘛，老公也是很疼我的，他。上次我们有分享过我们的婚姻见证哈，他其实爱我比我爱他多哈，我这样看见哈。但是到了移民后，到了加拿大，新婚、新移民、新教会建堂的事工哈，哇，所有的压力都来的时候啊，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有各种的苦读啊、不满啊，觉得我们的婚姻品质应该改变，我也想改变，好，但是我一个人想改变没有用啊，好，那这还是需要另外一方配合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痛苦，就是很多的祷告，因为觉得当人处在一个地方，就是一直这种不满意啊，以前可能婚姻感觉就像一个账户嘛，哈，以前存的款都已经提光了，都快破产了，怎么办呢？就很着急哈。这个时候我是想改，但另外一方面不能改，不愿意改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哈。那我们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温尼伯的母会哈，有要在那个温尼伯当地办一个夫妻恩爱营，哎呀，太高兴，而且给牧师师母免费参加，对不对？第一阶段太高兴了，马上就报名觉得好，那我们一降落，差不多算个时间就可以参加了嘛哈。没有想到，你也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我们被海关遣返了，一遣返1个多月，我们就错过了那批夫妻爱营。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好伤心，对不对？没关系，明年还有哈，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就1年、2年、3年，关系越来越差。然后呢，每年的父亲爱营在温尼伯的这个人数哈凑不足，就开不成。到第3年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现在的这个情况。那我还参加不了，真的是崩溃，对不对？我那时候就真的是那天晚上刚知道第3年这个还是开不成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崩溃，我就跟神大哭啊！我说你要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提出，我们好不好去其他的城市参加？立刻就拒绝我了啊！那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另外一半不配合，我真的没有办法前进一步。所以这就是我那时候的情况。那也特别的想问一下牧师啊，宋恩牧师那刚才师母特别讲了说，当时他都快崩溃了。那作为你一个做丈夫的，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急切？哎呀，这个我也发现了，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要解决，但是怎么来解决不知道，或者说我想要解决或者我也觉得这个夫妻营我没参加，我觉得很难过。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丈夫？坦白说，一开始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就像你刚才讲，就是很多丈夫会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啊，这个我已经平常工作养家活口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对不对？还这个温尼佩离我们2个半小时这样去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办不成又不是我的问题，是能怪我吗？那他现在跑去这个别的城市，一定要坐飞机啦。那坐飞机这个，然后还有这个的 cost 成本就高了嘛，对不对？虽然我们参加是不用费用，但这个来回总是要飞机的费用，或住可能要待1个晚上，住个旅馆啊或什么，还有猫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男生跟女生想的不一样。女生想到就是呢，她很想要这个，她心里面很强烈的对这个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强烈的企图心跟这个感受，我觉得没有就很难过。我们想到都是困难啊、问题啊，都要解决。看这么多，又是机票问题、猫咪的问题，要怎样，要光想这就打消，不可能啊！这就是惯有的两性的差异的，就真凸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照理说就会变成，反而我们想要解决婚姻，反而因为这个去不去参加，去别的城市参加夫妻营。反而造成更大的冲突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如果继续一方坚持，然后一方不愿意的话，那就会更糟糕。我觉得这个时候上帝算很幽默吧，上帝就帮助我。之前我们也可能有稍微好像提过，就是当我家族里面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婚姻是很重要。因为我有一位很敬重的长辈，发现他的婚姻也出了状况。那我就突然想说这个他都可能出状况，那么我更是比不上他，我是更是有很大的危险跟大的风险了那突然意识到说，这个不行，这个特别是我是做牧者的，如果我的家庭是我侍奉的根基，如果我自己的家都顾不好，好像这个保罗也说，你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家，只能照管好教会呢，神的家怎么管得好呢？所以这个是根本问题，那就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所以我开始想说，那薛仁提的也是有道理啊，不能一直指望隔着我们2个半小时的城市办啊，那他办不成，的确不是我的错，可是我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去看看别的城市，那别的城市可能要付上比较高的代价、时间、麻烦，但是相较起来，婚姻更重要。而且婚姻没有了，我有猫有什么用？婚姻没有了，对不对？有钱有什么用？所以就是这就变成很简单的选择题了。那我就开始去搜寻找到这个温哥华跟多伦多是最多的，但离我们真的比较远。那就突然看到，离我们这个12小时的有一个卡尔加里，那边会办。那
其实我都不认识啊，来到加拿大，我们本来什么都不认识，所以我就去尝试去了解一下，发现说，还真的好像有可能可以去到这个 Alberta 的卡尔加利去参加这个夫妻的营会。后来也证实了，这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因为后来我过了一年不到，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初我们还觉得跟这些夫妻上完就觉得再见啦，我们以后就是网络上见啊，就后来没想到不到1年我们搬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反而可以在那里更好的 follow up。我想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带领，我们当初只是无心插柳，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这是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也觉得是很奇妙，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在加拿大的侍奉的方向。后面甚至可以说因此也触发了成为我来到美国，现在在这边侍奉那个转捩点，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看来这个神的计划是非常长远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有限的智慧只能是说我们在神的指点之下，我们去选一条智慧的路，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到路的那一头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这个带领？也许第一次、第二次你们没有参与，最后这个反而让你们去参与到卡尔加利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啊，目的啊就是神他为你们预备，因为为你们预备了将来的路啊。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